乌克兰防空警报拉响了189次，俄罗斯给出2条路选，泽连斯基面临至暗时刻。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今天我们聊聊基辅突发爆炸，是俄罗斯反击的吗？泽连斯基会如何应对呢？近期俄乌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导火索就是因为莫斯科郊外的那场爆炸，导致普京智囊之女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为其追授勇气勋章，这个奖章在俄罗斯是极为崇高的荣誉。俄罗斯也认定这次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乌克兰特勤部门。按以往俄罗斯的行事风格，必然会做出最凶最狠的报复。果不其然，近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开宣布，在不到1天之内，俄罗斯空军以及炮兵部队摧毁了至少20个乌军指挥部以及142个地区的有生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俄罗斯的报复行动似乎还没有结束。据可靠消息称，近日乌克兰境内防空警报拉响了189次，超过此前的最高纪录。同时，乌克兰基辅发生重大爆炸，乌克兰受损情况至今还未统计确认。有消息人士透露，至少遭到了6枚导弹的袭击。虽然还没有任何国家以及组织出面承认这次的袭击，但是以俄乌现在的局势以及近期所发生的变化，很难有人相信不是俄罗斯所为，而且这些袭击的地点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很明显就是在警告和威胁乌当局。有分析人士就猜测，或许俄罗斯是想通过这样的袭击寻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准确位置，一旦发现目标，到时候俄罗斯可能会采取凶狠的打击手段，通过斩首行动直接将根源抹除掉。当然，这只是开了一个脑洞，并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但是俄联邦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近日公开发文，给俄乌冲突如何结束提供了2条道路选择。第一条就是俄罗斯继续加大军事行动，直到完成将所有的目标都能实现。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梅德韦杰夫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准备让乌克兰任何的军事力量都不复存在，乌克兰现在的政权估计也会遭到极大的破坏。第二条路就是乌军内部发动政变，然后承认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这番话的潜台词就更大胆了，无非就是鼓动乌克兰军方将泽连斯基政府赶下台，然后向俄军投降，这样俄罗斯估计会给乌克兰留个体面的下场。无论如何，现在乌克兰做任何选择都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至暗时刻，毕竟这2条路看起来自己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不是被俄军活捉押到普京面前，就是在军队叛乱中惶惶不可终日。当然，泽连斯基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请求美国出动军事力量来援助乌克兰，这样或许能换来泽连斯基心中的安宁。但是以俄罗斯如今暴躁的状态来看，美国能否敢去触碰是要打一个问号的。毕竟美俄一旦交手，引起的可就是大战了。最终局势到底如何变化，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